Hi everyone, welcome back to Little Thrills. Okay, today we're going to explore why Chengdu is known as the gay city in China, despite the challenges from the capital. And today I got Mark here, who is going to share his personal thoughts and experience living in Chengdu, so we can understand Chengdu more. Okay, Mark, 你可以自我介绍一下吗？大家好，我是 Mark。我来自中国浙江。我曾经呢在杭州工作，但今年离职了，算是我的 gap year。我就到成都来旅居吧，是这样。你在成都多长时间了？我在成都快半年了。快半年了。我本身的话，之前也来过几次成都，就感觉到这边的这个氛围真的是比较舒适的，所以说我就想在这边定居一下。很好。所以你家人有在成都吗？还是你就一个人来这里的？我现在是一个人，但之后可能我家人也会过来。请问你是有几个兄弟姐妹的？我就是独生子。哦，独生子。哦，哇。所以我们的第一个问题是关于背景与历史。成都这什么时候开始被称为 gay 都？这个称呼是什么时候流行的？在我的记忆里很久了吧，自从有互联网以后，我就在网上看到成都是 gay 都这样的说法。大概在零几年的时候，我还在上初中，可能就有在互联网上就有这样的称呼，而且还包括隔壁的重庆也有时候也会被叫做 gay 都。你去过重庆吗？对，我去过。重庆跟成都的这个温度也是蛮像的吧？对，他们的气候啊、饮食啊都是有点像，但是重庆是一座就是建在山上的城市，就是比较立体一点。对。你觉得为什么成都会被赋予这个称呼呢 ？gay 都。首先称为 gay 都的话，这边的 gay 肯定是很多，但第二个原因，我觉得是成都的 gay 比较会更加的善于表达自己，更愿意在外面就是抛头露面，然后大家都比较高调，没有特别在意别人的眼光，所以大家会感觉成都的 gay 很多，而且很张扬。是。我们昨晚在太古里就看了几个穿的比较跟人不一样，但是大家都蛮接受的，就很好，我觉得很好。第二个阶段是关于社会与文化。OK， 第一个问题是，你觉得成都对这个同志社群特别包容的原因是什么？我觉得跟这里的文化有关吧。成都其实它是有一种道教文化比较浓厚的特点，所以人们普遍比较崇尚一种自然啊、无为这样子的一个特质。所以说，人们对于与自己不同的群体，他们不会特别的去排斥。就是哪怕有不同意见，他也会就尊重你这个个体的存在。这样，就是我来之前，我就有查说这个成都，我是有读过，就是很多外地人移民到成都，某个原因就是让成都比较包容，因为大家都从各个地方，中国的各个地方来到成都移民的，所以大家的包容度会比较强。你觉得这对吗？对，就是成都其实历史上也是一个移民的地方吧，所以说它对于外来的人没有特别大的一个排斥，就是其实大家都是可能以前也是从各个地方过来的，然后现在我们来到这里的话，也会感觉到当地人其实对我们特别友善这样子。是吗？我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你会选择就成都？我要住在成都，为什么？也是因为我之前放弃了杭州的一个工作吧，然后想给自己一个休息的机会，就正好我有好几个朋友，他们都是在成都，也算是一种机缘巧合，说明这里也大家就是 gay 都挺喜欢来这里的。然后我觉得我也来吧，然后跟他们一起，对，就是有朋友在这边比较好。像我平时和朋友出去就觉得很自然、很大方，就是想聊什么就聊什么，就有时候在咖啡店啊，或者在哪里，在商场，聊到关于一些同志有关的话题，我们就自己就是畅所欲言，就不会管旁边人怎么样看，旁边也没有人会管你，就感觉到很随性。而且我有注意到，就是成都，比如说像太古里这些
这些比较时尚的街区吧，就有一些可能跨性别者，他可能会就是穿的大部分人不太一样，是，对。然后在那边的话，也没有人会就是觉得奇怪，会看他，对。然后我看那些人店里买东西啊或怎么样，店员都很友善，所以我觉得很不错。是，所以我昨晚去了那个 Butterfly 那个酒吧，那个 gay 酒吧，然后我看那个直男，我就说，哎。这个是直男也在里面，是哦，他就跟他的朋友一块，他说啊，对不起，我不是 gay 哦，我是来陪着朋友来的，我觉得啊，很好很好。下一个问题，成都的同性恋文化对当地的文化有什么影响？就因为成都的同性恋群体比较活跃，所以在公众面前的那个曝光度会比较高，大家对这个群体的话就多少会有一些认知。就哪怕一些老年人，就也不会说就是因为你是同志群体对你有一些特别的排斥或怎样。那你觉得年轻一代对这个群体有什么看法呢？新一代的话就会更开放一些吧，特别是现在的00后，他们基本上就是没有什么反对的那种态度。因为我有一些认识到大学的，还在上大学的朋友，他们就是00后，然后他也会就很自然的跟身边的朋友说啊，我是 gay， 会出柜，但身边的那些异性恋的朋友，他们也并不会因此排斥他，就当他是跟其他人一样的。很好很好。你觉得在成都这个圈子面对的挑战是什么？成都的问题，我觉得也是全国的问题吧。就现在，就我个人觉得，虽然比以前好了很多，但是社会的包容跟接纳程度还可以再进一步提高吧。我觉得，虽然现在公共场合很少有那种对你不友善的态度，但是如果你去观察一下抖音、微博这些社交软件的话，你会发现其实还是有不少恐同啊、反同的言论，让你会感觉比较难受的。是，在你也是一样，就是会有这些人。OK， 我觉得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我们也控制不了他们的想法，我们作为自己就 OK 了，是吧？那机会呢？有些机会我们可以得到在成都。机会的话，因为有挑战，我觉得肯定是有机会。就随着年轻的一代，就是对，自己的身份就是越来越公开，特别是在成都，就是公开自己的取向的人是越来越多，所以就是，公众，能看到的就是同志群体的机会也更多。那他们对于我们这群体就会更了解，了解之后他才不会有那种恐惧和排斥。所以我觉得就是，以后会越来越开放，然后我觉得现在比10年前已经开放了很多，我相信再过10年会比现在好很多很多。很好，我也替成都高兴，如果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刚才说了机会，就是你觉得成都有如何未来的发展？我觉得成都的这个圈子的话，除了以后会更加壮大之外，我觉得它的内部的层次可能会细分的更加多元、更立体，这样子可能会产生出很多不同的小众的那种，比如说爱好的社群，然后让越来越多的，比如说 LGBTQ 这些在成都都能找到自己的归属感，找到自己的舒适圈。而且我觉得成都在这方面的细分肯定是领先全国的，就大家到成都都会感觉到像个家一样。很好很好。好，下一个阶段是个人经历，你觉得有什么个人经历可以分享，就是关于同性恋有关的文化？就我个人而言，像我在中学的时候就其实已经知道就成都 gay 很多这样子的一个传闻吧。然后在10几年前我还在读大学的时候，我就来成都旅行，那时候就已经在街上有看到一些同性手牵手逛街这样的画面，然后觉得真的还是那时候是有点震撼的。在哪里啊？在成都吗？对，在成都，那时候在春熙路会比较多一些。对。然后最近几年我也
身边有几个朋友陆陆续续都来成都了，然后我也趁今年也想过来跟他们一起就感受一下成都的氛围，然后来了之后我觉得确实是挺自在的。是吗？好，下一个问题是，你对于 LGBTQ+ 这个群体有什么希望或是期望？我希望吧，就是我们这个群体的每一个人都能更加自我认同，更加爱自己，这样的话才能一起团结起来，就是为自己发声，然后推动整个社会对我们这个群体的认同。对，我们结束之前，你有什么要补充的吗？就是关于同性恋啊，关于成都。欢迎大家来成都吧，成都真的是一个让你感觉到非常舒适的地方，你来成都以后不会失望的。其实呢，我到现在我也就是想我老的时候就是要住在哪一个城市，因为如果你可以生活的自由自在，做你自己，然后身边的人也能适应你这样的一个生活，让你选择想要定居的原因。对，就是一个点，我会想，如果要定居在哪一个城市，你知道吗？是，对。从我们今天的谈话，我学到了很多东西，就是更了解成都。非常感谢你能抽出时间来，就是做这个采访。好，也谢谢你有访问。真的，我是希望这个话题，我们今天的谈话呢，能帮助其他人更了解这个话题，更了解成都，对，知道成都是如何的 gay friendly. Okay, this is the end of our interview, and for everyone that is watching, yeah, thank you for joining us. Yeah, I hope this content can bring you some enlightenment about Chengdu. Okay, if you enjoy this conversation, please give it a thumbs up and don't forget to subscribe. Feel free to share your thoughts and opinions in the comments below. Okay, until next time. Okay, take care. Bye bye. 再见. Hi, this is the end of the interview video, and I would like to share a few thoughts. Talking to Mark really gave me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what makes Chengdu stands out as a gay-friendly city, and why it is important to live in a place where you can truly be yourself. The first time I met Ma was actually when we started this interview. He was one of the people I reached out to, and I was excited when he agreed to do this interview, this talk. At first he was a bit nervous and I stumbled a bit with my Chinese, yeah. But as we kept talking, we found a good rhythm and we had a meaningful conversation. In the end, I truly appreciated the chance to have this talk with him. One of the biggest takeaways from our conversation is choosing where to live is not only about job opportunities or lifestyle, but also having the freedom to be yourself. When you don't have to hide who you are, you just feel happier, more confident, and life just gets a whole lot easier. Recently, I came across a thread where someone talked about being pushed on the subway in New York just for being Asian. It really made me think. Feeling safe and accepted is not something we should take for granted. That's why cities like Chengdu matters. A place where you can truly be yourself, a place where you are accepted for who you are without any discrimination. That's the kind of place worth calling home. Yeah. And on that note, that's a wrap, okay? If you enjoyed this video, please give it a thumbs up, and I hope to see you in my next video, okay? Bye bye, love you all, 再见.